文渊，朕给你准备的头筹，你必然会喜欢。你想做什么？雪儿，看来阿渊很满意嘛。雪儿，雪儿，对不起啊，这次是我连累你了。当初我收到那封没有被拦下的信，我就已经猜到这个结局了。只不过我想见你，我便来了。这5年来，我一直有派眼线去南京调查你的消息。你的每一次浴血奋战，我心里都既害怕又欣慰。但好在，你终究成了年少时想成为的人，保家卫国的战神。你终究是让我安心的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但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安心。朝中弹劾之词难以入耳，自古功高盖主之人总是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给你写了信，可我不知如何落名。但若是不落名的话，你定会觉得我是高高在上，才对你发号施令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可若是用苏颜的话，我既已入宫，又怎能用闺名与你书信，平白叫你多死？可要是什么都不落的话，你肯定连看都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最后那些信就没有送出去，但最后我还是连累了你。你知道吗？我有多爱慕你，你为何从来都不问我呢？你从来都只会说，苏颜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？现在说也不会。我有多爱慕你，
宇文渊，下辈子就算你不愿意，我也要强嫁给你。好，南川王宇文渊，拥兵自重，智多兵权，就地正法，放箭！燕儿，你怕？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害怕。记住你的救命恩人宇文渊，我会回来讨到。此生我非他不娶，以后不许再有其他的男人。你对我就这么点耐心吗？我只是想你好好的，我不想我的心变成你的催命符。燕儿，你终于肯来见朕了。你来了，燕儿，你想通了。事到如今，陛下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？燕儿，他已经死了，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是，终于要结束。燕儿，
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从今以后，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待在陛下身边。妍儿，你此话当真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从今以后，妍儿能依靠的就只有陛下您了。妍儿，朕答应你，这大越皇宫只有一人做皇后，朕此生只爱你一人。妍儿，这是陛下与我大婚之时，我们都还没有喝过合卺酒。宇文应人，喝下这杯酒，以后我们都重新开始。好。妍儿，你这是终于接纳朕了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倘若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应该杀了朕。你知道，你送来的东西，朕从不厌妒。妍儿，姐姐当时也很痛吧？坠入黑色无力结局独行，找寻爱过谁的痕迹模糊不清，接触浑浊的泪滴，在这哭泣辗转光阴，心存一片万劫无药可医，我就对着眼片语刻骨铭心，握着你如结冰溃败逃离，任由痛湮灭爱的专属领地。一点一点撕碎着用力爱过的证明，原来白世界是滴着一杯破旧的记忆。我应该庆幸，生命也还算公平，也许我
深入想念的腹地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万物被重新命名，相遇也被重新定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明明冉冉升起，在无尽天光里，我紧紧牵着你，像久远的曾经，迎着风越过潮汐，沉湎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迷途看不清。时间漫天飘零，跌入回忆缝隙，颠倒日月四季，只为能找到你。倘若时光可以倒流，相遇也被重新定我义，在昼夜之间拥抱你。恋往复，求你是你啊！迎着风越过潮汐，沉湎在无尽的海底，总是迷途看不清，都定结局。我这一生从不畏惧生死，只是怕我走了以后，再没有人像我这样护你。想让我嫁一个素未谋面的，没门儿！就算他是南川王又怎么样？不想死就别说话。那边走。你到底是谁？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。你醒醒！喂！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杀了你。真是好骗，说什么都行。别哭了，你叫什么？素颜。你饿了吗？那我去找吃的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没受伤吗？本王离了你，难道还活不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进京之路，埋伏暗杀不断，肯定会有人阻止你的。越是危险，
越是有趣，这京城，本王非去不可。呵，啊，有没有吃的？有没有吃的？我这一天呐，我是真服咱们老大呀！你说这荒郊野岭的，非要找什么压寨夫人，这连个母耗子都看不见。这不是现成的吗？走，美人儿。谁呢？客官慢用。坐下。客官，慢用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把他押回家里之后，赶紧关起来，就关到柴房啊。老实点儿。我想吃烤红薯。啊！这荒郊野外的，我上哪能去烤红薯去啊？喝完没有？喝完赶紧给我回家去！磨磨唧唧的。哥，他可是寨主看上的人，这以后这是要压咱俩一头的，咱们对他客气点。哎，我知道。夫人，哎你喝点喝。好，想吃烤红薯？我回寨里亲自给你烤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吃了。不想吃，那我们就回寨里啊！来，走，回寨里。走。你不仅见死不救，还跟来这里，你有什么坏心思？这么好玩有趣的地方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你可不可以带小的回寨子里啊？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大靠山。各位大哥一看就是气宇不凡，玉树临风，武功盖世。正好寨里缺壮丁了，一起走吧。对，再走。好嘞，再走，走，还早点，走这边。谁让你把夫人关进柴房的啊？没用的东西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受委屈了，都怪我那些手下没脑子，让你受苦了。受累了，夫人啊！我如果死了，他也不会独活的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竟敢捧我夫人！我如果死了，我就拉你做垫背。寨主，你看到了，是夫人投怀送抱在先的。来人！寨主，这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正事。好兄弟，有道理。走吧，走吧。救我！快走吧！胡老师，有事你也别想逃。快点！你果然跟夫人有一腿。他说的。他打你了？说，你到底跟
不是什么关系啊？说。有意思，你居然会打人。对了，他都说什么了？还是你说什么了？他居然对你动了手，他都没打过我。你这个疯子！你个疯子！来人！快带我走！很好，人都到齐了。我来迟了，王爷。王爷他没事吧？王爷他一切安好，命我们速速回去复命。记住你的救命恩人，雨渊。我会回来讨的。原来他是南川王的属下。听说那老头又给我看了一门亲事，帮我推推。他的眼光可是万里挑一啊！您这么想想，我喜欢的女人，我自己娶。婉儿，你平日胸怀谋略，怎么在言儿这件事情上如此糊涂呢？婚姻大事事关言儿一辈子的幸福，让她远嫁南京，同自己素昧平生的男人绑一辈子，那是害了她。这门亲事乃陛下钦定，岂容你一女子智慧？父亲，我……婉儿，岳父大人，婉儿与言儿姐妹情深，您就莫再责怪了。婉儿，你告诉我，你把言儿藏哪儿了？我素来以为殿下是无情的，可一提起言儿，压在殿下心思之下的那份自卑和懦弱，倒真是可笑至极。你当真还是这么爱书香？言儿，姐姐不想跟你争。若是你中途改道离开，绝不会有人阻拦。相爷，蓝城山附近有人见过二小姐，找到就带回来。哦，是，属下有一事不解，
咱们相府不是已经有太子势力相助，为何还要拉拢一个藩王呢？你懂什么？南川王虽鲜少回京，但年纪轻轻，屡立战功。这次皇上病危，还特意800里传诏密旨求见。以后的江山谁做主啊？还未可知。相爷高明。应人，白日是我说话有失分寸。为何你的心里始终只有言儿一人？听说有言儿消息了，是吗？帝王做不成帝王的心狠手辣，为人夫又负尽所爱之人，也不怕最后一身空落。应人，为何我始终不能走进你心里？言儿，你终于……姐夫好，姐姐呢？言儿，姐姐。姐姐，你回来了。我想姐姐了，就回来了。我想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。可是你为什么又要回来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苏嘉儿小姐，果然是你。皇兄，这便是我在信中所说的女子。此生我非她不娶。您在胡说什么呀？姐姐不是。姐姐，阿远，你前些日子才让父皇帮你退婚，如今你又要娶她，苏相是何等身份，岂容你如此这般儿戏？皇兄。我这不是不知道这就是老头安排的亲事吗？不过现在知道也不晚。我要娶的人，不管他什么身份，我都娶定了。老头那儿，我自有办法。
此前你逃婚，因对方是南川王，现如今你又与他这般亲近，究竟是何心意啊？姐姐，我当初逃婚是为了不要嫁给不认识的人，后来途中遇到了他，我真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，更不知他就是南川王。那你可喜欢他？记住你的救命恩人雨渊，我会回来讨的。不讨厌，但我更喜欢姐姐。你呀，就知道耍嘴皮子。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好。听殿下的意思是，愿意接受鲁国公的援手。说吧，他有什么条件？其实也没什么。鲁国公有一爱女，名如玉，仰慕殿下已久。若是殿下肯成人之美，娶国公爱女为妻，这个合作自然水到渠成。鲁国公怕不是糊涂了。本宫早已娶妻。听闻殿下的发妻苏婉抱恙多年，若是久病不治，病势加重，应该也很正常吧？殿下聪慧过人，应该能明白在下的意思。苏婉乃是我结发夫妻，她一心为我同舟共济，同甘共苦，从未行差踏错。我是绝对不可能加害于她。殿下一时的责任和一世的权柄，孰轻孰重，殿下应该能权好。若是殿下执意如此，鲁国公爱女心切，只怕不会善罢甘休。殿下该知道，成大事者切忌妇人之仁。若是殿下连江山都守不住，又何谈守住发妻？何谈守住尚还年幼的小殿下？恭候殿下的好消息。鲁国公心思难测，便是分毫的逾越都不可以。你以为你上交部分兵权，你这太子之位就可以安枕无忧了？那可真是笑话！兵权护肤，天下人谁不知道？他要的是那皇位。你说，南川王已经回来，如果让他知道殿下要把江山拱手让人来化干戈为玉帛，他会怎么想？你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如果相信我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我吧。你的身体重要，先养病。婉儿怕苦，记得给她喂药之时，让她吃最爱的桂花糖。太子妃喝药了。太
就知道太子妃要耍赖，殿下说让送了桂花糖来。给我那纸。是。嬷嬷，等时机成熟后，把这封信交给苏野，务必亲自交给他。太子妃何必呢？殿下他……你是苏相嫡女，你当真愿意嫁与我，一个无权无势的皇子？近些年，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朝堂之上早已经分好派别。我若是不嫁，怕是也不行。与其以后由着他人逼迫，不如找个喜欢的人嫁了。你喜欢我？付出去的感情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收回来的。我都跟了他大半辈子，嫁给他，我不会。太子妃，嬷嬷，没想到这糖这么苦。晨儿今天累不累啊？你怎么能用我母亲最喜欢的玉盏？晨儿，王爷喜欢便用吧。这东西是他赏的吧？坏人！晨儿，来者是客，不得无礼。来者是客，臣倒是想领教领教娘娘的待客之道。今日有些晚了，明日我再亲自去拜访王爷。在这个孩子面前，你还想保留几分体面？可惜，本王今儿哪儿都不去，就歇在此处。你不能死在这里，父皇们！不得对你皇叔无礼。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小孩子不懂事，王爷宽宏大量，定不会跟他一般见识。本王怎么不知道自己宽宏大量？娘娘很懂本王吗？世人谁不知，南川王对属下都是极好的，定不会跟一个小孩子一般计较。娘娘跟从前还是一样，用得上时甜言蜜语的哄着，用不上时便毫不留情的一脚踢开。娘娘一夜与别人的儿子同榻，就不怕天下人的闲言碎语吗？他还小，宫里不太平，我才把他带在身边的。本王的南川军接管宫防，还有哪里不太平？
再说，他再小，也是个男子。按规制，皇子们3岁后不可与生母同榻。更何况，你还不是。芷兰，你带晨儿回她的宫里去。是，娘娘。母亲，我不走，我不能让他欺负你。回你自己的宫里去。原来娘娘惯会给人家做继母啊！可否与臣说说，你在宇文应人面前又是什么样子？贤妃吗？以前你怎么伺候她的，今也就怎么伺候我。怎么？楚将军是要拦我吗？我送你。还站在那干嘛？不会解衣裳吗？这样，解开。娘娘可真会装，定然就是这副娇软羞涩的样子，才勾得宇文应人召你入宫为后了吧？王爷，水该凉了。听闻今日王爷出宫绞杀了誉王一派的余孽，挥刀数次，想来身上会有些罚。我记得用热水沐浴，再辅以执法按捏，方可缓解次日身上的酸痛。这个方法还是你教。
娘娘真是好记性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倒是记得。是，你说是。趁机当众羞辱他，让他后悔之前的决定。回想两人决裂的那天，他就发誓会让苏颜付出代价。如今看着他在自己眼前如此卑微，宇文渊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。最后他还是心软了，吩咐让他弹琴。就在这时，手下突然闯进来汇报工作。宇文渊下意识将他护在怀里，守护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这夜宇文渊没有继续为难苏颜，而是静静坐在那里听了一晚的琴。心之所向，求之不得。苏颜，我定要让你为今日决定后悔。男人为了报复当初抛弃自己的前女友，如今狠心让她跪在地上。宇文渊故意与其他女人亲近，让苏颜看到吃醋。苏颜假装不在意，端上糕点让她品尝。宇文渊却让她跪下，呈到跟前。无脑的叶如玉不知道这是小情侣间的冷战，还在旁边拱火。怎么了，皇后娘娘？您这膝盖莫不是焊了铜皮铁骨？还是说人上人坐太久，如今成了养人鼻息的玩物，连跪地求饶都忘了？宇文渊警告她已经不是金枝玉叶的皇后，最好认清眼前的形势。可看着苏颜丢掉尊严跪下，一点点跪伏来到自己面前，宇文渊的心里还是会不忍，却不能表现出来。接着让叶如玉亲手为自己糕点。看着两人亲密的举动，苏颜想要马上离开，却被宇文渊叫住。叶如玉此时开始发力，贴脸开大。早就听闻皇后娘娘宠冠后宫，想必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。宇文渊笑了，继续补刀。皇后娘娘何止是过人之处，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可要好好学学。谈及苏颜以前是宇文英人的小姨子，却在姐姐去世后立马嫁给姐夫。当面议论去世的苏婉打得一手好牌，死了还不忘把妹妹送给丈夫续弦，牢牢锁住天下之主。听见别人如此诋毁自己最亲的姐姐，苏颜反手赏给她一个巴掌，怒斥她有什么资格智慧姐姐。姐姐何等高贵，不过区区一个鲁国公用来趋炎附势的工具，有什么资格在本宫面前放肆？叶如玉转身看向王爷求助，苏颜告诉他，即使当了天下之主，也不可能称心如意，表明自己的态度后转身离开。叶如玉还在撒娇幻想自己的皇后之位，宇文渊却直言他一个工具根本不配，随即命令手下打包好退还给鲁国公，同时下令暗中观察苏颜的一举一动。宇文渊私底下来到天牢，教训宫变时第一个闯进后宫的男人，为了替苏颜出气，压根不管对方的身份是藩王，拿出一把钝刀将他活剐。事后擦着手里留下的血迹，眼神十分不屑。处理这种废物简直脏了自己的手。宇文渊总是来到苏颜的寝宫，看着苏颜天天把皇子带在身边，竟吃一个7岁孩童的醋，想要当着他的面向苏颜索要报仇，担心接下来的画面少儿不宜。苏颜立即命人把皇子带下去，没有了别人的干扰，宇文渊让苏颜怎么侍奉皇上，今夜就怎么侍奉自己。寝殿里，苏颜蹑手蹑脚，不知道做什么。宇文渊握着她的手，一步一步指导如何脱衣服，觉得她这副羞涩无知都是装出来的，却不知苏颜的皇后只是有名无实。在解到最后一件衣服时，苏颜更加小心翼翼，害羞不敢抬头。宇文渊却有意向她靠近，嘴角翘起，很是得意。随后苏颜侍奉宇文渊沐浴，用手为他按摩缓解疲劳。就在楚离疑惑王爷今天沐浴时间长时，苏颜出来拿酒，烈酒伤身。楚离希望他能劝王爷少喝酒，以两人的关系，王爷会听他说的话。等苏颜回到屋里，宇文渊拿出藏在枕头底下的平安符，以为是宇文英人送的，十分生气。苏颜解释这是姐姐替自己求的，带在身边求个心安。宇文渊瞧不起这么个小东西，既不能挡枪也不能防剑，宫里没有战场危险。苏颜想把护身符送给宇文渊保平安，同时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宇文渊虽然嘴上说着不稀罕，却私下默默藏在身后。这个窝囊的皇帝，明明知道皇后正与别的男人缠绵，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。让他滚，让他滚！臣妾此刻衣衫不整，恕不接驾。就连自己的儿子被拎起来欺负，他也没有丝毫反应。你以为他是真的胆小吗？实则这都是他蓄意的伪装。只要有苏颜牵制手握重兵的宇文渊，自己的皇位就会有保障。可他同样深爱着苏颜，自然不能忍受别的男人染指，所以他要离间两人的关系。先是故意激怒宇文渊，让他给自己弄一个不起眼的伤，随后刻意不擦，要让伤口恶化，引起苏颜的注意和关心。接着经过他的提示，苏颜也猜到伤口来自宇文渊，他的计划开始奏效。苏颜对于他的伤很愧疚，承诺和宇文渊说明一切。我会找机会看住他。如今的他，又何尝对你没有心存芥蒂呢？陛下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赶过去的苏颜正准备和宇文渊谈判，却无意听见他此刻也是火烧眉毛。城外早已集结50万大军，想要讨伐他。如今内忧外患，苏颜要质问的话，此刻也说不出口，转身开始温柔地为他研墨。虽然宇文渊对他一直很凶，可细想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，他却没有真的做出伤害自己的事，便邀请他一起吃晚饭缓和关系。小皇子也没辜负苏颜的教导，主动向宇文渊认错服软。
虽然他嘴上毒舌，一直吓小皇子，可苏颜还是从他的话里听出，眼前之人还是曾经那个满怀抱负的少年郎。心疼他却不知怎么说出口，可苏颜表现出的隐忍的爱意，在他眼里却被视为他人。可在看见他因为自己一夜未归，守在床前忧心忡忡的样子，想起他们年少同生共死的经历，千万不要嫁给你，来不及胭脂水粉，和买不起小裙子的人。宇文渊不想伪装了，放下心中的执念，和苏颜重归于好。两人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互相叫了对方年少时的言儿阿渊，就胜过万语千言。皇帝又开始搞事情，得知宇文渊吃住都在皇后宫里，现在又把皇子也接了过去，人人都议论他的皇位是宇文渊施舍。他的怒气此刻达到巅峰，秘密派人出宫，加快计划的进度。至于对付宇文渊，关键在于苏颜。他先是故意让苏颜听到苏婉是因中毒去世，而毒药出于南川，引起他的怀疑。接着在宫里大肆传播宇文渊的残暴，宫人纷纷叫苦连天，让苏颜听见，误会宇文渊。最后他不惜绑走自己的儿子嫁祸宇文渊，而宫里如今都是南川军，这让苏颜更确信小皇子的失踪与宇文渊有关。不出所料，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。皇帝送给宇文渊的致命一击就是利用自己的儿子设埋伏，趁机杀了他。可没想到第二天他竟带着皇子平安出现。苏颜虽然很担心他，可是因为病弱皇帝和年幼皇子的双重桎梏，让他无法追寻爱人，说出心里的苦衷。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腹黑王爷，却为了昔日的爱人屡次受伤。女人非但不关心他，反而绝情的让他离开。王爷信守承诺，待上月之后带兵退回南京。瞬间让他们眼前一亮，就这样苏颜成了他们还没过门的大嫂。他们来到一个茶摊，在这里苏颜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昨晚自己救下的男人。他使劲贴向男人，他却当作什么也没看见。情急之下，苏颜故意提出要吃烤红薯的无理要求，想要引起男人宇文渊看出他在耍脾气，这也说明他还在意自己。宇文渊不再强硬爪，说起软话，趁机向他表白自己要江山也要美人。我这个人很贪心的，江山和美人我全都要。这个女人努力讨好自己的丈夫，却听到他在睡梦中叫着自己妹妹的名字，心里顿时五味杂陈。为何你的心里始终只有言儿一人？女人名叫苏婉，是相国府尊贵的嫡女，可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坚持嫁给当时无权无势的皇子宇文英人，用家族势力帮他争夺皇位。无意间，苏婉发现丈夫竟喜欢妹妹苏颜，而苏颜此时正为她和南川王的赐婚苦恼。出于私心，苏婉借着帮妹妹逃婚的契机，想让她从此在丈夫面前消失。不料路上发生意外，苏颜碰到一个受伤的陌生男人，正被人追杀，晕倒在他怀里。醒来的男人让苏颜帮自己处理伤口，恐吓如果敢跑，自己就杀了他。看着面前这个既胆小又可爱的姑娘，男人觉得很是有趣，莫名产生一丝好感。真是好评，说什么都行。殊不知女孩就是自己还没见面的未婚妻。男人是战功赫赫的南川王宇文渊，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解决赐婚的事情，不想接受皇室的政治联姻，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都要退婚。此时苏颜正郁闷地打着水漂，一群山匪正抱怨如何在荒山野岭找压寨夫人。年轻貌美的苏颜们当然十分乐意接受这个新人，随即答应让他一起回山寨。殊不知男人却计划着如何剿匪。寨主迫不及待来找自己的夫人，苏颜躲到宇文渊身后让他救自己。寨主看见两人关系亲密，便质问他们的关系，可剿匪的时机未到。为了拖延时间等来自己的人马，宇文渊只能牺牲苏颜，撇清和他的关系，解释自己不认识寨主夫人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别因为自己耽误洞房。不论苏颜如何求救，始终无动于衷。可转眼他就被押到寨主面前审问，只因苏颜出于自卫打的寨主半边脸瘫。宇文渊既意外又惊喜打听事情经过。有意思，你居然会打人？他都说什么了？还是你说什么？虽然对你动了手，他都没打过我。寨主认定夫人是为了眼前的小白脸，叫来手下就要剁了他。快带我走！苏颜哭了，直接让他丧失理智，挣脱束缚仅用1分钟就解决了这些废物。撤出皇城。3年前女人狠心与他退婚，嫁给当今的皇上。他说过会让他付出代价，却在发动宫变时毅然赶回，只为去救曾经的爱人。宇文渊对苏颜的爱，真正体现了什么叫爱屋及乌，不惜以身犯险去救回被绑架的小皇子。尽管他的父亲一直想除掉自己，可只因苏颜是孩子名义上的母亲，他就会用尽一切护孩子周全，最后把孩子送回他身边，亲眼目睹他们一家3口团聚的温馨画面，默默守护在他身边。看见他好，自己就会安心，以为会等来苏颜的真心，结果对方却开口让他离开。皇城危机已解除，南川王驻兵于此亦无必要。本宫想请王爷离开皇城，退回封地。没想到自己真心相负，却被当作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工具。殊不知苏颜也是为他考虑，只要他带着军队多在宫里1天，就会有人向他泼脏水，议论他图谋不轨、篡位是凶。只有让他离开，才能堵住悠悠众口。可宇文渊怎么会放心他留在这个危险的地方？承诺自己会走，但不是现在。可皇帝继续给苏颜施加压力，暗示皇子被绑架是宇文渊设计，
看着皇帝如此急不可耐的样子，苏颜想起孩子说昏迷前看到过贴身的李嬷嬷，而他又是皇帝信任的人，苏颜的心里不免一惊，也不再一昧相信他说的话。比起旁人的伤害，更加可怕的是身边最亲之人的利用。苏颜不想孩子成为他打败别人的工具，决心带着皇子远离他。不管宇文英人和宇文渊想干什么，我都该早做筹谋。可他又怎会就此作罢？隔天便命人把皇子带回身边。果然苏颜不放心，立马来接孩子，他却装出一副慈父的样子，用孩子把苏颜拴在身边。宇文渊明白苏颜心中所想，故意用身体病弱的话激怒皇帝，引起争执，让他清楚他还没有实力，也不能阻拦自己。随后堂而皇之的带走小皇子。宇文渊也是真心想教小皇子，传授他保家卫国、统领3军的能力，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伤势，伤口崩裂很疼。可看见苏颜担心的样子，心里却很开心，想起2人第一次遇见，也是他受重伤碰到苏颜。我怕你怕什么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杀了你。看见这么多的血，苏颜当场就被吓哭，战战兢兢帮忙处理伤口。如今物是人非，以前的小女孩如今再次为他包扎，已经可以做到游刃有余，处变不惊。因为2人还在冷战中，苏颜故意用力打结弄疼女，随后他让苏颜记住自己的名字。苏颜回到家里和姐姐报平安。宇文渊再次见到苏颜，直接抱在怀里，当众提出要娶她，众人都很震惊。苏婉当然希望妹妹嫁给他人，可自己的身体日渐虚弱，宇文英人也需要其他势力的支持。鲁国公主动向他提出合作，条件就是娶他的女儿，随后拿出一包毒药让他解决现在的妻子苏婉。而这一切都被苏婉暗中看见。为了实现他的宏图霸业，苏婉愿意牺牲自己，告诉他自己会安排接下来的事情，在离世之前留给苏颜一封书信，正是之后的5年之约，拜托他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儿子，既成全了丈夫可以娶到心爱之人，也为他留下了牵制宇文渊的软肋。安排完一切，他吃下装着毒药的糖，心里十分苦涩。可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，爱了一辈子的人，付出再多的真心也是值得。累皇帝刚与眼前的美人达成共识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变脸背刺他，让他命丧当场。当时就不该欺负叶儿，叶儿才是我唯一的皇后。就在刚刚，他亲眼目睹皇子和皇后与宇文渊打闹的温馨画面，似乎感觉他们才更像一家人，自己仿佛是个外人。看着苏颜私下因为担忧宇文渊而喝酒解闷，嫉妒与仇恨让皇帝瞬间黑化。他把叶如玉的死嫁祸给宇文渊，让手下通知鲁国公，激化他和宇文渊的矛盾。果然听到女儿去世噩耗的鲁国公悲愤交加之下，彻底与宇文渊反目，下令出兵攻打皇宫。当宇文渊得知叶如玉死了的消息，也很震惊。不过他清楚这都是宇文英人的阴谋，就是为了逼鲁国公站得注意让他救自己。可他就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喝茶。小弟们忌惮苏颜以后可能是他们的压寨夫人，不敢怠慢，可也害怕他在作妖。几个人拉着他就要立马赶回山寨。宇文渊终于坐不住，眼神犀利地望着对方10几人。苏颜以为遇到了救星，谁知下一秒2人就被一起绑回山寨。有什么坏心思？这么好玩有趣的地方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原来就在刚刚，男人霸气拦住几人，没想到一下画风突变，竟拍起对方的马屁，想要加入他们，送上